大家好，我是九荣，今天要录制万用基因卡推荐合成的日本片。第一章我们先来介绍日德五五开很重要的通信第一点对，它的效果是当友方单位被消灭时，对敌方总部造成伤害。那它的效果在搭配上日德五五开很重要的另外一张牌假装撤退的时候很有效，因为假装撤退是每当你下一个单位，你可以从牌库来抽一张牌，也就是你下来的3级单位可以直接自杀，然后就可以造成对方至少由通信第一点对带来的一点伤害。第二张要介绍的是亡命之计。虽然日本有很多的范围计牌，可是亡命之计它的好处是在它用很小的费用就可以对敌方所有目标打2点，然后对上快攻牌组的时候，这2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快攻牌它的单位基本的起始体值就是2，所以当对方假设他铺了很多2点体值的单位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进行烧伤，虽然它会有副作用，就是你会失去1点指挥点槽，所以要慎用，免得你在起始就把自己的指挥槽输给对方的优势。然后再来是这一张横须贺第一陆战队，它在完成体的日德五五开中其实不是那么的必要，会放它的牌组通常是你的牌组里有很多的行动零费牌。那为什么它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它本身是步兵有自己的局限，就是说它必须要先移动到前线之后才能攻击，还要再过一个回合才能攻击。虽然它本身已经有奋战效果，可是有太多的牌可以取代它。至于 F1、M2 04水关跟希洛恩彩云剑针，他们的功用都是在支援前线的时候无法对陆军攻击，然后同时彩云剑针它可以让双方的反制指令都失效，可是这2张也不是那么非必要的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斟酌。然后日德五五开呢，很重要的一张是这一张 KI46 百事失真，它可以帮你从你的牌组快速捞出快攻的单位牌。然后这一张964高射炮，有的人会选用它，但我个人没有那么爱用它。它本身是破击炮，同时可以让对方加入战场的空军防御力变成只有1点，同时它的王技就是他死的时候可以帮你再抽1张牌，就是这一张你可以考虑，但我自己没有来用，就是我的 deck 都不会放它。然后这一张最后的仪式，有的人不用，可是我自己的日德五五开始在试过很多牌组更换后，我还是会喜欢用它，因为我觉得它也可以搭配上假装撤退，也很好用。因为假装撤退就是你下一单位之后，他会再抽1张牌，然后他可能会抽到神光特工队。那神光特工队的效果就是可以对对方总部造成1点伤害，再抽1张牌。也就是说，当后期的时候，你同时有假装撤退的效果，又有最后仪式的效果的话，你可能可以实现连抽补伤，然后把对方补到死。然后这一张第2挺进旅团也是很重要的一张牌，它部署的时候可以消灭对方攻击力低于或等于2的敌方单位，
然后同时它自带闪击，然后体质22，那基本上它是可以在关键的时候出来解决掉对方来不及 buff， 然后但是自身效果会比较强的牌，例如刚刚前面讲的通信第一人队等牌，它如果说你暂时没有别的牌可以解它，那你可以考虑用第2挺进旅团来解决掉它。然后 KI83 44重战，一开始我不知道它的好用的点在哪，所以我就不太敢用它。可是后来我的日德物开也一定会带上它，因为虽然它也有副作用，它的副作用就是在你的回合开始的时候，你抽一张牌，然后对手抽2张牌，然后这个对手抽2张牌可能会形成对手手牌的优势嘛。但是他这张牌假设它放在日发抵抗的话，它可以让对手的手牌加速膨胀，然后来实现你透过他的手牌来操弄他的游戏手段。那同时它放在日德物开的话，它的效果是因为它4点，然后邮费只要2，同时它体质是65，所以即使它会造成对手手牌的优势，可是它本身可以在比较短的回合内就进行让对手比较高伤的输出。至于大和号跟福冈联队，其实我很早就用万用卡盒出来，可是我觉得这2张牌没有那么好用，所以不建议优先合成。因为它的像大和号，它的网技对敌方总部造成4点伤害，它对有的单位好像未必能起作用，这一点我不确定。可是这2张牌没有到那么的必须。然后轰炸突袭是日本直伤很重要的指令牌，它可以对敌方目标造成3点伤害，同时对相邻目标造成2点伤害。这张牌也可以在比较优先合成的序列。那它除了用来直伤补对方总部的伤害外，同时它也可以用来解一些对方已经铺开比较难缠的单位。然后这张 N1KJ 死电局地战，这一张是日本很重要的空军牌，它本身具有伏击、闪击跟奋战，然后同时它的体质是44。那日德武可以带上它，可以在中后期的时候做很有效的补伤输出，或者是你也可以用来解一些比较难缠的牌，但是通常主要还是让它用来做伤害输出，因为它假设你在你的行动费用已经有11点的情况下，它下来光它这次单位就会打出8点的伤害，至少如果没有 buff 的话。那这一支巫师团不是那么优先建议合成的对象，因为它现在比较能起作用的大概就是在输入日产，它的输入日产里面它会本身会有可能有一些机会可以用，可是也不是那么的必要。然后这张牌就是假装撤退，那它必须要透过游戏里面买战役，然后或完之后来取得。它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是弃掉你所有的手牌，所以你可以考虑在什么时候弃掉你所有的手牌。然后它在这局对战中，应该说你打出这张牌之后，你每部署一个单位便能抽一张牌，这样应该比较好理解。因为我之前其实看不懂这一张牌的中文文本，反正它就是你打出这张卡之后，你每部署一个单位便抽一张牌。然后这张 H6K 97大挺，它可以让你的所有伤害指令伤害加2。那目前我看到它比较常会出现的是在参日本的指令，或者是像抵抗那种，反正你打出的牌假设对对方有伤害的，你可以让例如虎虎的效果是可以对对方全体单位造成1点伤害嘛。那同时场上假设又有这一支
97大艇的话，那基本上你可以打出第一伏的时候，就会变成是范围巡航，变成是3点伤害。那这一张4字菊花没有那么优先需要合成，它本身是闪击，同时可以将4张神魔都会骑进你的卡组。日德5开也许可以考虑它，但我有试过用它，基本上后来我把它换回刚刚前面说的那个最后的仪式。然后致死的方修，你未必要合成它，但是它本身在一些关键局面还蛮好用的，尤其对方一场扑了一堆，然后你直接下路这样可以烧死他的，包含他跟你自己的所有单位。那这个在日本的控制牌组中可以考虑选用。然后以前我很喜欢用这张356啊，可是它跟统治天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日本的空军在现在的环境其实可以发挥的作用没有以前高。像我以前带356，基本上就是为了让我的空军它出来就有加1点攻击力跟有闪击功能。可是现在因为日本空军没有那么占优势，所以基本上这张牌不用优先合成。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日本万用基因卡推荐。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不用排斥这频道内容比较多的内容，欢迎按赞、订阅、支持、分享、开启小铃铛，鼓励我制作更多这些影片。九龙仔什么？我们下期再会。